这两个女孩正看着腹肌流口水，突然一股吸力，两人竟穿到了昨晚看的一本书里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宝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俩人闹出的动静不小，院子里的人都齐刷刷地看向门外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他俩不对付吗？昨天3弟4弟接亲的时候，俩人看到了，还互相吐口水呢。啧，我看到了。那个神武还偷偷伸脚踹许音，是许音先偷偷扮神武的。别人讨论什么，神武和许音也听不到。俩人抱在一团，神武紧紧地抱着许音的腰，疼，我感觉我腰要断了。神武稍微松开一些许音，他眼睛里泪光盈盈的，脖子上是刚刚种下的草莓。姐妹，你昨晚也太激烈了吧？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吧？两人松开彼此，小声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俩不是正在看帅哥吗？不知道，感觉一阵头晕，一睁眼就在这里了。”随着许音的话说完，脑海里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涌进来。神武瞪大眼看着许音，我靠，穿书了！声音太大，屋里面出来一个穿着灰色对襟粗布衣服的老太太，眼睛一竖：“大清早吵闹做什么？一睁眼就干架！不管你俩之前什么仇什么怨，都结婚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你俩就是再不对付，在家里也要好好表现，听到没？他俩兄弟下地了，今天你俩做饭。”他俩人一脸懵逼，老太太不乐意了：“听到没有？进了我陆家的门就得听我的话，不然早上不准吃饭。”两人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向厨房走去。也不知道大清早发什么疯呢，吵得别人也睡不着。娘，还是你厉害，听说他俩见面就打，这被你说几句话，俩人不还得乖乖进厨房？老太太看见这儿媳妇，眼上的笑意深了些，目光往她肚子看。这胎是个男娃吧？应该是，我爱吃酸的。前天晚上我还吐槽这本书呢，咱俩还真穿了。谁这么恨咱俩？把咱俩写到一本书里还不行，还写得那么不堪。咱俩这么缺德，恨咱俩的多了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书里咱俩可是大奇葩，见面总要互掐，背后总要偷偷给对方使坏，被书里的女主耍得团团转，遇到女主就降智，女主天天吃的肚子回原，咱俩肚子吃不饱不说，最后还被赶出家门了，成为流浪汉，最后漂泊到了沿海城市，下海了，不是经商下海，是特么失足下海。既然都来了，咱俩肯定能改变这些的，先得看看那女主什么样。行，那就不想了。你昨天的男人长得帅不？帅的，我昨晚也没完全失去意识，只是以为在做梦，想着就是死能做个色鬼也是好的，半推半就的就把人给睡了。要是长得难看，我还是选择冰清玉洁的下地狱。你俩别在这偷懒，男人都下工回来了，赶紧做饭去，先填饱肚子才是王道。那吃的在哪里？再不做饭可就真晚了，家里的男人还得上工呢。一听到这个，老太太心疼家里的男人，从锁着的柜子里拿出来几个土豆，想了想，又挖出来2勺玉米面，装猪油的罐子也拿出来，最后竖着拿出来7个鸡蛋。这个煮了，姨娘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吧。你也帮着点忙，既然嫁到我们家，你俩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交代过后还不放心，想到俩人之前的杰作，不准在厨房互相吐口水。神武无辜啊！娘，你说些什么？不会的，我是这种人吗？老太心里有些怀疑，但看他真诚的目光，还是放过了他。你真要给他们做饭？不是为他们做的，是咱俩也得吃饭。难不成做了一夜体力活，你就不饿？不提还好，一提，许音肚子里咕噜噜的叫。许音上辈子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烧个柴熏得她难受。看向神武，这种日子咋过？要不然咱们离婚吧。那俩男人皮相是不错，但也睡过了。咱们还是想办法去过自己的好日子。我记得书里这是73年，咱俩去哪里过好日子？没介绍信，县城都出不来；有介绍信，咱俩也没工作。到城市里当盲流被抓起来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先看看，稳住，找别的出路。你放心，有离婚的时机，我给你说。行，那你离婚，我跟着你。许音的话刚落地，一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不好，被发现了。闺蜜俩依赖穿书，竟然嫁给了2兄弟。你离吗？你离我就离。你怎么来了？能说不让男人进厨房？你别在这了，可快走吧，别耽误我和宝宝聊天。早上打的，吃了。男人说完没有停留，神武拍拍胸口，看来是没有听见什么。我们以后要小心点，演好不对付的戏，别被发现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两人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女主荣玉娇被他俩看得莫名温柔的倾笑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看你好看，一时间看呆了。你
你别介意。说话的功夫，陆老太已经把鸡蛋分给了家里的男人。男人一会要出来上工，自然得多吃点。你俩对咱们老衙村不熟悉，今天不用上工，少吃点。神武皱眉，老太太以为他不高兴了。当女人不能那么能吃，这粮食都是有数的，少吃一顿饿不喜。神武看看身边的陆璇，拿起鸡蛋就塞进嘴里。老三家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鸡蛋是给你吃的吗？那是给家里男人吃的，你一顿不吃饿不喜。鸡蛋已经进肚子里了，老太太怎么说，神武也不在意，反倒是笑得甜甜的。我娘说了，这鸡蛋就得家里的女人吃，女人有营养，孩子才有营养，家族才能昌盛，孩子都养不活，那我嫁到这还做什么？我的命好苦，你是故意的，不想让我生孩子，想让咱们家绝后，你这样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神武一番哭诉，桌子上其他人都懵了。陆老太也只是不让他吃鸡蛋而已，怎么就上升到列祖列宗吗？陆老太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儿媳妇，还没想好怎么反驳呢。神武旁边的男人先出声了：你想吃就吃，没人拦你。陆璇的声音不高，但神武也能听清楚，不过他就像是不知道似的。宝宝，娘的命好苦啊！这才一夜的事，从哪里来的娃？只是他声音大，哭得又凄惨，吵闹的坐在主位的老头子也发话了：吃了就吃了，一个鸡蛋而已，下次多煮个。许英趁着神武到的时候，早就把自己男人的鸡蛋也拿走吃了。老太太瞪眼瞧过去，凭什么他能吃我不能吃？明天也要把我的煮上，反正我是不能低神武一头，我还想吃2个呢。这下老大家老二家的媳妇，包括还没结婚的女主龙玉娇，都齐刷刷地看着老太太。娘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。娘，我这吃的不好，可能这就是怀不上孩子的原因。好好的早饭时间，陆家的屋里乱成了一锅粥。以毒攻毒的神武趁着这会，挑了个兔子肉多的腿夹到自己碗里。许英戳了一下自己男人，神武有兔子腿，我也要一个，我不能比他肉少，不然你今晚别想上床。想到昨晚那蚀骨销魂的一晚，陆叶骨头都酥了半边，偷偷看一眼被缠着的他爹娘，把另一只腿也夹走，悄悄放在了许英碗里。好姐妹心有灵犀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然后再互相不对付的撇开头吃自己的。两个人都不用沟通的心有灵犀的先维持着不对付的现状。神武吃饱了，眼看着要到洗碗的时候，他捂着肚子，哎呦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说完就跑了出去。做饭放这么多油，他不肚子疼谁肚子疼？过日子呢，心里没个成算。败家娘们，这边神武已经跑回自己屋里，刚坐下，许英的声音就从外面传来了：神武，你别想多了，快出来，你别装作不在家，开门，快进来！你怎么来了？老太让我洗碗，我这手是拿画笔的手，是骑马的手，是打架的手，是洗碗的手吗？我就说你不洗，我也不洗，我去喊你。这日子不会就这样了吧？也没手机，也没无线，甚至连个灯泡都没的。最可怕的是厕所，你想想，好歹有男色，别的不说，陆家兄弟长得是不错的，那我也愿意回现代，有钱有闲有自由。难不成你愿意为男色留下？那倒也不是，还是好生活更重要。你妈妈给我那个项目马上要盈利了，特么的，不知道谁这么恶毒，把咱俩写进了书里，还过得这么惨。我之前看过些小说，穿越穿书重生，大家都会带什么空间宝物？你试试在脑子里喊一喊。许英吐槽的嘴闭上了，神武也在脑子里喊了半天，毫无动静。身上呢，有没有什么宝物呢？比如玉佩、镯子之类的，需不需要滴血？要滴滴你的血。俩人找了一圈，啥也没，两两相望，唯欲失望。败家娘们，用那么多油，他死了卖油的。奶奶，新婶婶做饭好吃，你也吃了很多，我看都香得你流口水啦。不值钱的丫头片子，赶紧去上工薅猪草。老大家的，你去把碗洗了；老二家的，你去打扫厨房，还有把院子里的地扫了。神武和许英互相看一眼，俩人放低了存在感，这都是他俩不乐意干的活。老太太把人都吼了一遍了，看着龙玉娇，脸色好了许多。玉娇，你上工的时候记得打点水，别热着。等那2个偷懒的货回来，我让他们给你熬点绿豆水送地里。要是累了，少赚工分也可以。回家咱好好看书，等着去学校教书。谢谢娘。对咱们就是败家娘们，偷懒的货，对着只吃还没干活的龙玉娇，那就是玉娇。这陆老太也太见人下菜碟了，咱俩得想办法在这活下去，先把这环境摸熟了。书里有这个情节，村里新盖的小学招老师，龙玉娇是知青点出来的，还是先少读了大学的，只是没读完，刚上大2就到这下乡，但这也比大多数的学历高，加上是女主，长得也喜人，很顺利的就当上了老师，每个月满工分不说，还有5块钱，在陆家的地位很高。要不然咱们也去试试当老师。我听见小孩的吵闹，我烦，让我当老师，我得短寿几年。那我去试试，我养你。神武和许英在这规划未来的时候，厨房内大嫂李萍心不甘情不愿地洗着碗。你说
咱俩倒霉不倒霉？什么？李萍看着王花的呆呆的样子，恨她反应迟钝，是个木头。我是说，以前都是咱俩做饭、洗碗、扫地，还要去上工。这新人嫁过来，还想着有人分担咱俩的活了，没想到还是咱们两个。我命苦啊，怀着孕还得洗碗。但是老三家和老四家做的，咱俩洗碗扫地也应该的。李萍听到这句，心里跟吃了个死苍蝇一样的难受。我和你说不明白。王花不理解，她觉得挺明白的。菜是老三老四做的，味道还很好，大人小孩都很喜欢，就连锅上沾的肉味都被小孩子拿馒头擦干净肚子去了，有啥不公平的？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龙玉娇长得有点熟悉？这本书的女主会不会就是写书的人？这人肯定还讨厌咱俩。不等许英回答呢，外面有了动静。这陆璇来了。许英听见，瞬间收了懒散的模样，眉头一竖。你都不去，我凭什么去？你爱去不去？有本事刚刚别吃我做的饭，我吃了怎么样？你还能管得了我吃什么？我炒菜的时候往里面吐口水了。走到门口准备进屋的陆璇心里很复杂。算了，昨天晚上好像也吃他的口水了。穿越女刚来就嫁给了帅哥，可帅哥全部存款只有13块1毛。神武看着这张帅脸，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这就是全部的钱了吗？这没分家，大部分的钱和粮食都在宫中，吃宫中的，这些你自己随便买什么都行。你娘都不愿意让我吃饭，今天鸡蛋都不想让我吃，那肉也幸亏三哥你好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吃肚子里？我还想把养身体养好点，早点有咱们的孩子呢。陆璇听着这柔软的声音，别说心头麻麻的，身子都麻了半边了。以后我的鸡蛋给你。这人怎么这么淳朴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不走心的。你在家休息，我去上工啊。男人们都上工去了，老太太看不下去，家里的人不干活，你去把他们的衣服都洗了，你去熬些绿豆水，一会给送地里老大家的，你去。哎呦娘，我肚子疼，我不行，我得去屋里躺一躺。双香一个个的都是懒猪托生的。锦娘，我刚嫁过来，对咱们村还不熟悉，这样我一会煮一些绿豆水给三哥送过去，到时候娘你也喝一些解解暑。陆老太清早被他闹得心里不舒服半天，这会听他说这样的话，竟是觉得有些奇怪，甚至还有点意外。几人进了厨房，陆老太拿出来一点冰糖，神武看着那点可怜兮兮的糖，锦娘，你要放糖就多放一些，要不放的话就别放了，不然您放这点糖也浪费了，也吃不出味道。真的？那当然是真的了，多放点，家里人还感激娘呢。陆老太回头又多拿了几块出来，神武接过。厨房热，娘您出去到外面乘凉去。陆老太边走边后悔不解自己怎么中了他这迷魂计，就是因为那张脸又给我忽悠了。狐狸精，你真的还要给他们做绿豆水？一时半会回不去，也不能做生意，还没找到出路，不能把人都得罪了，最起码也得打人一巴掌，给个甜枣的。有道理，火灭了，我去喊那老太生火，你忍着点，可别揍人家。你娘是怎么教你的？生火都不会，这是嫁到我家了，我人好，要是嫁到别人家去，那岂不是还把你赶出来？不知道，没嫁到别人家去过，要不然先试试。陆老太无语。锦娘，你的大名我在我们村都听过，要是您不好，我娘也不会把我嫁过来。这真听过我？那是当然了，听过，可惜是坏名声，听说骂人最厉害，不讲理，要不然陆璇也不至于22了，长得那么帅，还没结婚。陆老太还以为是什么好名声，一脸的容光满面。那是十里八村没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生了7个儿子呢。比您厉害。神武这样顶着一张这么漂亮的脸夸他，陆老太心里得意极了，走路仰着头。陆老太把火生了，神武在旁边很捧场。娘，您就是厉害，我俩在这研究了半天都没成的。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，十里八村都知道我。你俩嫁到咱们家是享福了，咱们家的日子最好，其他人赶不上。神武看着许英都听得不耐烦了，笑着看着陆老太。锦娘，我听说了，咱家日子好，有钱，十里八村都没咱家日子好。那个您能不能莫名其妙的给我200块钱，也让我高兴高兴？陆老太听得正高兴呢，听到后面觉得不对，有头惊愕的去看神武，对上神武真诚无比的眼神。娘啊，你俩好好做饭，男孩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陆老太避之不及，唯恐自己走慢了就被神武缠上了。好了，不烦了吧？佩服佩服，要让我学你这套，不如嘎了我吧。陆老太出来反应过来，这臭丫头鬼精鬼精的，给你爹和你男人送的时候，别把他们几个兄弟也忘了。还有，去找找玉娇，她是计分员，给她也送一些。她是城里来的姑娘，和你们不一样，天气热受不住，听到没？没听到。你娘，我本来还准备给玉娇送呢，什么叫她和我们不
不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人，我俩年纪都差不多的。你这样说了，太伤我心了，我就不送了。想喝回家喝去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给三哥送水，你去不去？不去我也不给你男人送。去。许一，你记得，神武不送我也不送，凭什么他不送，让我送？陆老太看着俩人高挑的背影，眼睛瞪大。他俩真的是仇人吗？怎么快被气死的是我？倒成我的错了。他们两个村里长大的丫头片子，能和人家城里的玉娇比吗？人家玉娇那是要当老师的，现在计分员的工作也体面，怪不得给老三老四求亲的时候，他们家的爹娘都藏不住的笑。我要有这种女儿，也想早点处理出去，气死个人。穿越女刚穿来就被折腾了一夜，婆婆却在门口大骂：上辈子是猪托生的，几点了还不起？这种儿媳妇，我一下摊上2个，老婆子我命真苦。娘，我又没耽误我干活，是我不想起吗？你要不去问问你儿子昨晚做了什么？我知道挠你老了，但我和三哥不老，你得体谅年轻人，哪有老婆婆大清早盯着儿媳妇房间的？这狐狸精一天到晚就知道勾引我儿子。晚上吃过饭，大嫂李萍在院子里讨伐神武和许英。3弟妹、4弟妹，晚上洗碗，你俩洗吧，也不是嫂子欺负你们，主要是嫂子怀孕了，这肚子里有陆家的儿孙，不方便。嫂子嫁过来也洗碗做饭许多年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嫂你怀的孩子是我的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已经偷懒1天了，也没下地，一到了洗碗的时候，开始知道自己怀孕了。孩子要是我的，我就去洗了，不然谁爱去谁去，我才不洗。要不然明天我饭都不做了。三婶婶做饭好吃，我还想要三婶婶做饭。男主外女主内已安排清楚。娘，我这月份大了，这是陆家的儿孙。神武发过脾气，就拉了一下陆璇。是陆家的儿孙，也是大哥的儿子，要不然让大哥来洗。胡乱说什么呢？你大哥是咱们家的长子，怎么能下厨房洗碗呢？不行。老三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洗碗？那你就分工明确点，总不能一直让我媳妇忙。这才结婚1天，老三就开始帮他说话了，真是狐狸精啊！你们轮流做饭，老大老二家的一起做饭，老三老四家的洗碗打扫厨房。老三老四家做饭的时候，老大老二家的洗碗打扫厨房。神武看一眼龙玉娇的方向没说话，龙玉娇却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李萍听着这安排，也看了龙玉娇。娘，那玉娇怎么办呢？我说玉娇还不是我儿媳，就是和小武结了婚，她去学校工作，那也不是做饭洗碗的。娘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天生就是做饭洗碗的，吃饭的时候也没少他。李萍虽然不喜欢神武，这回被点醒，发现真正不干活的是龙玉娇，甚至她工分也是自己的。吃饭的时候他也吃了，凭什么干活他不干？要我说都得干，他就个计分员的工作，难不成还比老二家的累？突然被点到名字的王花想了想，也说道：我的活是挺累的，而且玉娇也不怎么给宫中交粮食。我男人在县城上班，给宫中交钱，我都没多懒。眼瞧着所有人都在说自己，龙玉娇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了。大家别生气，我不忙的时候也做做饭，洗洗碗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你去帮他们。三哥，谢谢。媳妇，以后有啥活都我干，等晚点。人才引的。这次物业是第一次听，反应了半天，半懵半猜意识过来，许英说的是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后面很强的。就一开始，我今晚得证明我自己。三婶婶，以后能不能你做饭？你做饭好吃，大伯娘和我娘做饭不好吃。我做饭是不好吃，也不讲究吃的，填饱肚子就行。三弟妹做饭确实好吃，我也爱吃。我可没你三婶婶舍得放油。大伯娘，三婶婶放油少的菜也好吃。我做饭不好吃，那以后都找你三婶婶做饭去吧。我做饭倒是还做出来错了。我也感觉三嫂做饭好吃，大嫂不擅长做饭。这话是龙玉娇说的，李萍确实朝着她瞪过来的。我做活也落不得什么好，要不然这做饭的事情以后就交给三弟妹吧，我不做了。你和我生什么气？说你做饭难吃的又不是我，当然我也觉得你做饭难吃。不过你说的把做饭的事情交给我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做饭以后你洗碗打扫厨房。你做饭太费油了，还费粮食，不行。你们做饭不好吃的才是浪费粮食，都吃饭了那都得吃粮食。大嫂做饭感觉把粮食都毁了，对不起我天天下地流的汗。大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还有爹，你也说句话。其他几个兄弟都微微点头。我媳妇做饭是好吃。陆老太还想说什么，被老爷子打断。以后做饭就让老三老四家做吧，老大老二家洗碗打扫厨房，还有
院子。李萍想问问，凭什么还要家的打扫院子？只是别看陆家平时凶的是陆老太，其实真正当家人是老爷子。他发话，他这个做儿媳的还真是不敢争辩。那还要麻烦大嫂把今天的饭也做了，我一会要和三哥去趟县城。说着，笑眯眯地看向龙玉娇。龙知青，今天我忙，你上次也说闲的时候会帮忙的，我听娘说了，你的工作体面也闲，是村里头一份的好工作，以后还要去小学当老师呢，是个有学问人又好的人。龙知青，今天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不对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炫耀一下龙玉娇处处都好，可没让她洗碗的意思。龙知青，你该不会不答应吧？龙玉娇脸上的笑容快绷不住了，偏偏神武的态度非常的好，这么失望的看着他，像是他做错了什么。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，察觉到众人的视线盯在他身上。龙玉娇笑得温柔，小五，你说什么话？今天你去忙，碗我洗就好了。闺蜜穿越嫁到了一家，整治老公不在话下。你是不是不道歉？离不，你离我就离。四弟，你别怪哥。你别过来啊，媳妇，我错了。我买这么多东西，浪费钱。锦娘，这是我明天回门要提的东西，你给我报销钱。我娘都说了，你最抠门，要是回门里提的不满意，我娘可是会骂上门的。万一再把我带回去，彩礼还不还你。赖家媳妇也不知道花我儿子多少钱。娘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要不花你儿子的钱，去花别的男人的钱，你就乐意了？不花我儿子的钱自然好，但去花别的男人的钱，那也不对劲。看吧，娘你也不乐意呗，三哥也不乐意，就乐意我花他的钱，是不是三哥？有了媳妇忘了娘。神武放完东西想找许音，只是转了一圈都没发现许音。盼，你四婶婶去哪了？四婶婶和四叔去山上了。漂亮三婶婶，你是不是准备去找四婶婶吵架？不是，盼疑惑，是去找她打架。盼想不明白，怎么这么漂亮的婶婶这么可怕？三婶婶，你能不能不要和四婶婶打架？我娘说了，打架不好。不能，你自己玩吧。神武出门，看见在门口的陆璇，甜甜的叫了一句：“三哥，我想去山里看看。”山里危险，有狼、野猪，还有毒蛇之类的。你不想和我去？陆璇噤声：“你弟都带着许音去了，我不去，岂不是输他一头？”陆璇看着他泪光盈盈的，像是自己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，无奈道：“那走吧。”神武眼底的泪瞬间没了。设绿茶手段就是好使。嘿嘿，娘，三婶婶去山里找四婶婶打架了，还把三叔也带上了。该不会三婶婶和三叔打四婶婶和四叔吧？四叔不是对手的。两人上山不久，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喊声：“快把枪给我！”许音击中了野猪，但没有打死。陆璇拿起石头打了过去。许音确认了猪死了，也松口气，人显得有些狼狈，似乎胳膊上也被什么东西划伤了。神武都吓傻了，他可没许音那么强。看着不远处的许音，一双星星眼，陆夜吓得一身冷汗。我哥不在，我以为今天咱俩要命丧于此了。媳妇，你太厉害了，真是没眼看，这小娇妇。这没事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害怕，就被许音帅到了，不愧是我宝宝。三哥，你刚真帅，我喜欢。怎么回事？中午没吃饱，我刚想进里面一些，看看能不能抓个兔子、野鸡这些东西烤了吃，没想到惊动一头找吃的野猪，正在发情期，冲着我俩就来了。剩下的就是你刚刚看到的。哥，这头野猪怎么办？这难道不应该问许音吗？是他打的，不能让我闺蜜的功劳被抢走，即使是我男人也不行。许音盯着那野猪沉思，一会仰头，除了吃还能做什么？也可以送到收购站，有收这个的，还可以夜里送到自由市场。这么大的野猪拖回去瞒不住，肯定要全家人都吃的，除了神武，我可不想其他人占了我的成果，勉强可以加上个陆叶吧。送去自由市场吧，换成钱。这猪也有你男人那一件的功劳，到时候卖的钱分你1/3，我不想占你的便宜，别想等我还你人情。许音是高冷御姐型的，和神武的长相完全相反，这样说话的时候人清冷，还显得不近人情。陆叶都以为他生气了，只有神武明白，他这是在抵自己钱呢。哼，谁稀罕你欠人情，到时候把钱给我。陆璇和陆叶扛着野猪去藏起来，神武跟炫宝似的拿出来藏的芝麻烧饼。嘿，今天去县城买的，加了牛肉的，你尝尝。许音也饿极了，闻着香味，大咬一口，整个人都有些满足了。我放了一路，回家还是热的，就等着给你。没想到你不在家，现在味道估计没那么好了。好吃，我这辈子从没觉得卤肉这么好吃过。
神武看着他有些心疼。咱们要不然也找找那什么人参，到时候卖了买肉吃。龙玉娇不就是在这山上找到的人参吗？写那本书的对他很偏爱，不仅见谁都讨厌的陆老太对他都好过对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就连进山里那人参各种东西都会出现在他面前，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还把咱俩写得这么可恨。你说龙玉娇是不是咱们现实中认识的人的升级版，把咱俩写得又倒霉又惨？因为主角是他自己，所以写的性格又好，所有人又喜欢他，还是福星，那受伤快死的野猪都能自己跑到他脚下。许英紧皱眉头，他动拳脚可以，动脑子的事情他不行。听神武这么一说，觉得也有很大可能。可是我不认识叫龙玉娇的人。神武正想说话呢，前面传来一声喊：“媳妇，藏好了。”俩人听到声音，默默地分开离远点，脸一个比一个臭。刚到家，所有人都朝着他们的方向看过来。探是第一个跑过来的，看着狼狈的许英，再看看神武，眼睛惊恐瞪大。三婶婶，你真的去后山打四婶婶了？四婶婶受伤了。哎呦，都打出血了。三弟妹，你这太不像话了吧？你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？打了就打了，怎么了？我俩又不是第一天不对付了。你这大高个子，打不过他。许一没理他，径直进了屋。陆老太也不生气，问老四是不是打得很厉害？刀刀见血，你怎么不拦着点？那老四也不是老三的对手啊。你们夫妻真可怜啊！别人都在问东问西，只有龙玉娇看着神武如有所思。闺蜜穿睡觉一家，老公是啥滚边啦？找弟，今天哥跟你睡了。不行，我要跟我媳妇睡。你媳妇跟我媳妇睡呢。宝宝，你说咱俩离婚了还咋嫁一起啊？我都想好对策了，到时候你找个单亲的，我嫁给他爸，我当你妈，咱俩还是在一家。三嫂，你为什么和我们家许英过不去啊？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陆叶无奈看向自己媳妇，从小就打架，忘了为啥了？好家伙，这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世仇啊！前面那个是陆老三的媳妇吧？长得真好看，是吧？俩人凑得近，这俩新媳妇都好看。陆老三脾气差，他媳妇看着倒是像个好脾气的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欺负。陆老四的媳妇看着脾气不太好啊，看走眼了，俩人脾气都不好。昨天陆家还有消息，说是他俩打架了，老四那个媳妇还受伤了。到了大河村，村里人惊讶这俩小冤家咋能坐一辆车打去岛？他俩一个家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，你这车停哪里？停错了，我们争这2朵花可是要打架的。细爷，你和神武拿一样的东西哇？这可怎么行？你妈对你，那可比神武妈对他好。神武和许英互相看一眼，都有点无语。怪不得从小到大不对付呢，这一个村里的人也都是大功臣。最终牛车不偏不倚，停在了村子中间。刚到沈家，一个17、18岁的少年就走了过来。姐，你都提什么好吃的了？看到篮子里的油条，有些失望。姐，你回门就提这个，你不是说给我带烧鸡来着？不是给你提的。神武俩人先进了一个阴暗的小屋子，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床边，看到神武那一瞬间，浑浊的眼睛亮了亮。是小三来了吗？是我，奶奶。这就是你嫁的男人。奶奶您长长眼，怎么样？好，长得俊，和你般配。奶奶就喜欢长得俊的丫头和后生。神武把油条和桃酥都留在老太太屋里，这个有油水，你自己吃，别都被拿走了。他还想盯着老人先吃点呢。外面响起了声音：小三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先来这了？这都什么称呼？还喊老三就叫小三，叫小五不行吗？我们小三在你们家可以吧？干活做事都是我培养出来的，是一把好手。是给我匹配的妈真绝了，对儿子比对我好，现在对女婿的态度也比对亲生女儿好，真丢人。他很好，要是不好，你给我说，我教育他。神武很好，不用教育。跟陆璇长得高壮，五官立体，明显的不悦，倒是挺令人惧怕的。沈父的笑顿时僵在脸上。不提这些了，咱爷俩来屋里聊。小三，去帮你妈做饭去。我先和我姐说些话。你呀，要说赶紧，你姐还有事要忙。姐，你真的就提了那点油条过来啊？姐夫这么抠门，那你当初还不如嫁给村里来的周知青呢，是不是？走在前面的陆璇脚步微顿，沈继祖完全没察觉。姐，你嫁人后，周知青来过几次？我觉得周知青还是喜欢你的。姐夫这么抠门，要不然你爱吃不吃，我去忙了。姐，你和我发什么脾气？神武也不去厨房帮忙，他蹲着逗弄一只小狗。这么大的人了，都嫁人了，怎么还在这玩狗呢？快，
进厨房帮忙，替你嫂子一会。进了厨房，不仅沈母在，二哥的媳妇也在，还有原生的大姐都在厨房忙呢。小五，你回门都不提点肉的吗？我婆婆不让，要是不满意，让我把那油条桃酥提走了，或者你们去找我婆婆理论去。谁不知道陆家那老钱婆骂起人来能把屋顶骂飞了，去找她理论，别说大姑娘小媳妇了，就是差不多同样年纪的沈母都迟疑了。要不然我去把我婆婆请过来。周氏亲家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了，你在这做饭，我先出去一趟。沈母不用猜都知道，她肯定要去奶奶屋里把东西拿走，故意喊道：“篮子我婆婆还让我带回去，娘你别藏起来，找不到我婆婆会亲自来找。”你这丫头乱说什么呢？家里没什么吃的，我拿过来一会一起吃。好嘞，娘你最好了，三哥也爱吃油条。这死丫头好像哪不一样了呢？果然女生外向。小妹，你怎么了？是被你那男人欺负了？他对你不好吗？他看起来长得又高又大还凶。沈武面对这个对原生还不错的大姐，没什么抵触。没有。真的吗？你那男人看模样不像是好相处的，要是欺负你了，你记得说，别自己瞒着，听到没？我知道了，姐。目前为止，陆璇这个男人没什么指摘的，以后谁也说不准。但给沈家说，那是肯定没用的。书里这个大姐自己的婚姻都算不上好，受尽委屈，那也是只能受着，只会掉眼泪心疼。除此之外，没什么用。我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，宝宝，我舍不得你，那咱三一起睡。宝宝有点挤，你滚。沈家没准备好好招待沈武和陆璇，做了个几个青菜，一点肉都没有。沈武几乎没有动筷，沈父还在叭叭。好好过日子，早点生个儿子，你的地位就稳了。吃饱了，我回了。岳父、岳母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小三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谁教你的？陆璇皱眉拦在沈武身前，阻挡了沈父。他站起来比沈父高，原本还怒气冲冲酒气上来的沈父一下子冷静了。家里还要农活，岳父，我和小五先回去了。沈父没敢吱声。对，现在都忙，回吧。篮子还没拿走呢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俩人走了，沈继祖气得不明白。爹娘，三姐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说了，三姐回来会给我提烧鸡、提猪腿的吗？或许是你姐夫今天心情不好，等什么时候你姐单独回来，我问问。走着走着，陆璇忽然停下脚步，注视着沈武。怎么了？没等陆璇说话，一个大娘过来了。沈武，回这么早啊？是的，地里还有活呢。你这男人长得好，你也长得好，生的孩子肯定好看。我觉得也是。三哥，你刚刚想问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咱们去许英家里。还没进许家呢，里面就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。小英，能做了你爱吃的猪油炸包子，你回去的时候拿走去。我钓了2条鱼，你拿走1条。我看着你这几天都瘦了。这么进去不合适吧？要怎么演我俩抽敌的状态呢？他这发呆的瞬间，身边的男人忽然低头道：“别人给不了你的，我给你。”什么？只是下一瞬间，沈武就明白了。陆璇估计误会他在难过，沈家是那样的人，羡慕许英了。他要怎么说？他其实没多大的波动呢，毕竟沈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没啥归属感，也谈不上伤心，只是烦，懒得在那听他们逼逼。至于听着许英的父母，他只觉得正常。他俩没穿书的时候，许英的父母也很好，倒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。沈武嘴角微微勾起，心里还是高兴的。谢谢三哥，三哥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夸张，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人。哥，三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这就准备走？哥，你喝酒了？三嫂，我哥喝酒了。喝了。坏了，我哥酒量不行。我没看出喝多了。回去的牛车上，许英看看沈武空空的篮子，眨眼道：“羡慕不？”俩姐妹对书里的剧情都有印象，对上眼神，差点笑出来。沈武还要演，撇开头不理他。许英偏偏贱嗖嗖的凑上前，羡慕你拿钱，我可以卖给你。你想得美啊！这一路上竟听俩人吵嘴了。他俩都没跟我和三哥说过话，这仇人好像比老公重一点。老三家的，你带回来什么了？啥也没带，我娘还想着让您给她送个烧鸡和猪腿呢。烧鸡和猪腿，我家还吃不上吗？沈老婆子可真敢说，看人家许英家里又是包子又是鱼的，带回婆家同样都是嫁女儿，有的人家疼女儿，有的人家那真是又不给你们吃，你们高兴个啥？阴阳怪气的陆老太笑成菊花的脸还没调整过来了。什么？这是我娘专门给我准备的，又不让旁人吃，你们高兴什么？你做饭好吃，你要给我做，我可以给你吃半条；你做
做不做？有鱼吃我不做，是傻子吗？做，看来掌握一门技术是好事，连仇人都得找你。陆璇回来就看到四周围着他媳妇，还以为是在为难他媳妇，快步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只野鸡呢。挤进来看着他媳妇笑盈盈的，再看他娘的脸色铁青。陆老太见他过来，怒火撒在他身上：你下午回来不上工去做什么了？陆璇想到自己喝多折腾了神武一下午，老脸一红。这次从亲家提了鱼回来，我怕我媳妇不开心，去抓了只野鸡。陆老太听到自己儿子的话，觉得看到野鸡都没那么高兴了。神武看向许音，倨傲的抬抬下巴：你要吃鸡，今天的饭还咱俩一块做，做就做。娘，要是家里人都想吃肉，今天的调料配菜得随我用。大家都干了一天活，也都累了，我们几个回门没干活，给大家做一顿好吃，大家吃的舒坦些。来，你就同意三婶婶吧，肉肉好吃，盼想吃肉肉。陆老太被众人看得没办法，我明明这老三媳妇性格差得很，现在众人倒是都站在他那边了。哼，少放点调料，那油也少用点。俩人在厨房做饭，许音满眼全是笑的看着他脖子上的草莓印。啧，你这大白天的吃的还怪好，说的你吃的差似的。俩人正在说些小孩不能听的东西的时候，真有小孩过来了。三婶婶，我剥了蒜。小宝真棒，再去剥点啊。三婶婶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欺负四婶婶了？不能哦。陆盼低头大脑的走了。李萍出来看陆璇竟在厨房帮忙，心里酸酸的。你看人家老三又是下厨帮媳妇做饭，又是洗衣服的，那回门里娘家不给，人家就自己进山里打，给媳妇蒸脸面。你呢？我可不去，那后山的蛇差点没把我咬死了，愿意请你去。李萍本来就酸，现在陆老大不做事就算了，说话还这样，我真是嫁错人了。这老三平时最是个混不吝，我嫁进家里这些年，这老三的脾气更是差，和别人打架都不手软的，现在竟然会为了女人来做饭，真是稀奇。